在我爸眼里，我妈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笨蛋美人。她不会做饭，不会算账，甚至连火都生不着。大家都说她是绣花枕头，直到我爸想要离婚另娶，我妈笑眯眯地说：“这是用我嫁妆买的，搬走。那个也是嫁妆买的，搬走。”这哪是笨蛋，精得很，屋顶上连块瓦都不剩了。这肉是我老妈买的，凭什么全给她？苏长安，坐下，跟个孩子计较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爸，我要回家睡觉。小孩子睡迷糊了，瞎叫。沈晚秋，今天趁着人齐，我把话挑明了，你这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废物，根本比不上翠萍贴心。我养你18年，养够了，娶你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。明天咱俩把婚离了。行啊，明天签字的时候，你可千万别后悔。沈晚秋，赶紧把字签了。晚秋姐，你别怪建业哥，你这样的女人确实配不上他。他现在是干部，需要的是能帮扶他的人，不是拖累。这50块钱你拿着，就当我们可怜你，让你回城里有个路费。我妈妈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你全身值钱，拿走！苏小满，你个没教养的野丫头！我没教养，我爸有媳妇儿你还往上贴，大过年的堵上门来抢人。林翠萍，你管这叫有教养？街上讨饭的都比你懂规矩。反了你了！你敢动我妹妹一根手指头试试？小满，别急，看妈的。看什么看？我告诉你，这家里的一针一线都是我挣的，你别想带走一根毛。行，离。不过建业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一针一线都是你挣的？废话，你嫁过来这些年挣过1分钱吗？各位叔伯婶子，给我做个见证，这是我当年下乡带来的嫁妆账。1968年买堂屋8仙桌一张，我出钱12块。1970年翻修房顶买瓦3000片，我出钱46块。没错，当年那张8仙桌是从村东李家买的，过钱时我正好在场作证。你胡说！你哪来的钱？我嫁妆里的钱。你当年偷拿我1000块，去疏通关系当副厂长，我可都记着账呢。啥？苏建业的官是拿媳妇嫁妆买的？亏他还天天骂人家是废物。建业哥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你不是说你的位子是你自己一步一步干上来的？翠萍，你听我说，他胡编的。1978年3月初6，苏建业拿走我陪嫁的1000块，说去县里办事。半个月后，他当上了副厂长。这张字据是他自己按的手印儿，上头写着借款1000元，日后必还。建业，8年了，你还过1分钱吗？沈晚秋，你少在这颠倒黑白，离婚协议你签了，现在就走。长安，叫人。晚秋妹子，从哪儿开始？先搬家具，锅碗瓢盆一个不留，门板卸了，窗框拆了，还有房上的瓦、地上的砖，都是我的，全给我搬走。你疯了！建业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我的一针一线你不稀罕，那我的一砖一瓦你也别想占，动手！是，都给我住手！爸，让让。让什么让？这是我家！苏副厂长下猪圈视察工作了。建业哥，沈晚秋，咱俩没完！
柜子不能搬，我的东西还在里头。放下，放我下来！苏副厂长，抓完喽！哎呦！你们不能搬，这是打砸抢！我要去公社告你们！林翠萍，你告啊，顺便跟公社说说，你一个没过门的，凭啥管我妈的嫁妆？哦，我忘了，你连没过门都算不上，你就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人！你胡说！我跟建业哥是光明正大的。光明正大，你俩怎么不等离了婚再处？厂里人早传遍了，你俩私底下勾勾搭搭半年了。王哥，瓦片轻点接，别接碎了，3000片，一片都不能少。下来，都给我下来！接了瓦，我晚上住哪儿？爸，你不是能耐吗？不是有翠萍姐吗？去她家住啊。这边轻点啊！那个刚走茅房别磕了。建业，你身上的黑棉袄和衬衫，去年供销社买的，6块7，我出的钱。腰上这条牛皮带2块2，也是我出的钱，脱了。你做梦！大冬天的，你想冻死我？那你把钱还我，衬衫皮带加上棉袄，一共8块9，没钱就脱。我就不脱，你能怎么样？哟，这大衣料子不错。翠萍啊，建业买给你的吧？他上个月的工资还在我这儿记着账呢，回头我一并去厂里要。这下好了，副厂长披女人衣裳了，活该，谁让他对不住原配？苏副厂长，新衣裳真俊呐，红的，喜庆。沈晚秋，你别得意，你把家拆了，你们娘仨也没地方住，今晚你们就得冻死在街头。还有苏长安，明天我就让厂里开除他，我让你们全家去要饭。建业，你再看看，你现在占的这块地是谁的？1967年立的老地契，这处宅基地，买主的名字白纸黑字沈晚秋。当年我下乡，拿我爹留的一根金条，从老支书手里买下这块地，盖了这3间房，手续齐全，公社档案里都有底。建业，你入赘一样住了我18年的房，住我的地，睡我的床，吃我买的锅里的饭，还天天骂我是废物，你哪来的脸啊？我的老天爷，这房这地都是晚秋的，那苏建业算个啥？吃软饭的呀，吃了18年软饭，还把碗砸了。我说呢，当年苏家穷得叮当响，怎么突然盖起大瓦房了？合着全是晚秋的钱。苏建业，做人不能没良心。你今天这事儿办的，全村人都看在眼里。地契是你的又怎样？房是我住的，我就不走。你有本事把我抬出去。行啊，小满，去村部给镇执法所摇个电话。苏建业，这宅基地登记在沈乔同志名下。赵所长，我是服装厂副厂长，我跟你们孙指导熟。你们已经签了离婚协议，你现在属于非法侵占他人财产，限你立刻离开。法律面前，谁的面子都不好使。你抛弃发妻侵占财产，这事儿要是捅到厂党委，你这副厂长还当得稳吗？苏建业，我最后说一遍，走不走？不走我们就依法代离了。好，我走。沈晚秋，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别拉我，丢死人了！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还当什么副厂长？晚秋啊，出了这口气是痛快，可这大冷天的，你们娘仨住哪儿啊？要不先来婶子家集集？婶子，不用，我们有地方去。长安、小满，推车跟妈回家。妈，咱们真有地方住。你外公当年在镇上置办过一处院子，记在我名下，一直锁着。3进的大院，青砖到顶，比苏家那3间破房强100倍。妈，这院子空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一点没破？镇上的刘嬷是你外公的老伙计，
这些年一直是他帮着看院子，我每年托人给他烧钱。妈，你还藏了多少家底儿？不多，够收拾苏建业和姓林的，来回收拾10趟。你外公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女人手里得永远攥着一条自己的退路。我攥了18年，今天用上了。进来吧，从今天起，这是咱们的家。至于苏建业和林翠萍，好戏才刚开场。妈，我被开除了。车间主任说，副厂长发话了，说我思想有问题，还说整个镇子谁敢用咱们家的人，就是跟他过不去。哟，一家子都在呢，住的挺好啊。不过长安丢了工作，小满明年的学费，你们拿什么交？晚秋姐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们服个软，建牙哥心一软，说不定还让长安回厂里扫地呢。说完了就走，我们家的地不欢迎你们。沈晚秋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没有我点头，你们娘仨在这镇上喝西北风都喝不上热乎的。行，我等着喝。长安，送客。妈，怎么办啊？哥的工作真没了，他还放话不让人雇咱们。长安，套车，跟妈去趟县城。晚秋，真是你，你可算来了。顾叔，来看看您，顺便求您个事儿。跟我还说什么求？你外公对我有传义之恩，进来再说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我儿子苏长安手上有力气，人踏实，在镇服装厂当学徒，昨天被人使坏开除了。您看他这块料能不能要？小子，那台织机的主轴，你给我卸下来看看。好小子，有力气还有眼力。这主轴卡了3天，厂里2个老师傅都没敢硬拆，你一眼就找准了毛口。别当普通学徒了，我今天就收你为关门弟子。师傅，叫得好，2级工，1个月42.5块。顾师傅收徒了，这小伙子什么来头？一进门就是2级工。什么来头？他是沈晚秋的儿子。当年沈家在沪上，那是纺织行当里数得上号的世家，人家指头缝里露点手艺，够你们学一辈子。建业哥，你不是说要断了他们的活路吗？现在人家踩到你头上了。胡说！县大厂是他能进的？顾长林能看上一个学徒？哼！苏副厂长，县长那边来电话了，让咱们把苏长的档案马上转过去。手续是顾副亲自打的招呼，定的2级工，比您的行政级别还高半级。2级工比我高半级。哟，晚秋姐来了，大家快看，参赛名单上有晚秋姐呢，我替你报的名，你可别怪我。沈晚秋，那个连火都生不着的，他也敢上台比刺绣。沈晚秋，今天我让你在全镇人面前出丑，让大家都看看苏继业为什么不要你。翠萍啊，谢谢你替我报名，回头我得了奖，分你1朵大红花。参赛的9位妇女同志，各就各位。翠萍这手艺可以啊，不愧是服装厂出来的。翠萍，好样的！他是不是不会踩缝纫机啊？拿个绣袍子当绣花枕头呢？沈晚秋，你就别丢人现眼了。那是什么绣法？他2只手怎么跟看不清似的？我数着呢，他一口气换了7种颜色的线，愣是没停过针。双面绣，我的老天爷是双面绣，2面还不一样，这是人绣的。凤凰，大凤凰，真好看。
双面异色异样绣，这是失传的沪上沈氏针法。同志，你师承何人？家传的，随便绣绣。随便绣绣，这手艺省里都找不出第二个，特等奖。我做主，特等奖就是他了。不可能，你就是个乡下女人，你肯定是提前做了手脚呀！双面异样绣，当着全场几百双眼睛，10分钟成活。做手脚，你来做一个我看看。翠萍，说好的大红花送你了，带着它好好想想，你们抢走的那个男人，当年到底是谁瞎了眼？妈，那个老教授临走前拉着我问了半天，问咱们家接不接私活，说省里有笔大生意。不急，鱼得让他自己咬钩。妈，什么鱼？一条又蠢又贪的鱼，他马上就要来偷饵了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外贸的大单子压了半个月，30套设计图，人家外商一张都看不上。下个月交不出样衣，10万块的单子就飞了。你这个管盛产的副厂长是干什么吃的？自从上回病倒，我在厂里的腰杆就没直起来过。这个单子是最后的救命稻草，办成了官复原事儿，办砸了，副厂长就当到头了。完了，全镇会画图的都找遍了，没一个能入外商的眼。建业哥，有一个人能画，沈晚秋啊！你疯了？求他？我这张脸还要不要了？再说了，她一个乡下婆娘，会画什么外贸图？你忘了表彰大会那手双面绣了？能绣出那种活的人，画个图算什么？我表姨在他们条巷子住，说这几天天天看见沈晚雪在院里支着桌子画图。省城教授隔三差五登门求他，说是求他给省里画什么外贸设计。我还打听到了，他画好的图就放在东厢房桌上，晚上都不收。你是说，他能给省里画，凭什么不能给咱们厂画？你半夜去拿一张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到时候功劳是你的。他敢声张，谁信一个乡下婆娘能画外贸图？那院里不是有鹅吗？听说凶得很。我表姨说了，鹅圈在后院，晚上拿栅栏关着，你从东墙进，挨不着。行，就这么干。等这单子成了，我官复原职，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他们娘仨。翠萍说的对，东墙进，挨不着鹅。就是他了，翠萍说的对，东墙进，挨不着鹅。图拿到手，我就是厂里的大功臣。沈晚秋啊，沈晚秋，你的图就是我的图，等我官复原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娘仨。妈，他真偷，我现在就出去逮他。逮什么？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让他拿走。妈，那图您画了3个晚上呢。3个晚上画一张废图，值。那张图样子好看，可间线比例我故意抬了1寸半，绣龙尺寸改小了2分，照着他做出来的衣裳，挂在架子上体面，人一穿，左肩吊，右袖紧，后背拧成麻花。妈，那外商验货的时候，睡觉，好戏还得等些日子，让他们先把升官发财的美梦做圆乎喽。同志们，这批图纸是我苏建业半个月不眠不休、呕心沥血设计的，外商看了图，当场排版，加订到2万件。我宣布，全场加班加点，大干1个月。建业啊，是我以前看走眼了，这单子办成，我亲自去县里给你请功。先生您看，这做工
这料子。先生说，让再换10个人试。先生说，肩线比例全错，袖笼尺寸全错，2万件全是废品，合同作废，按约定，贵厂赔偿10倍违约金。你呕心沥血，你把厂子的血都放干了。说，图纸到底哪来的？厂长，我冤枉，图是沈晚秋画的，是他故意画错图害咱们厂，他这是打击报复，咱们去找他算账。沈晚秋，你画残图坑害集体财产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苏建业，你说图是我画的，我什么时候给过你图？你就是画了，他跟我离婚怀恨在心，故意害厂子。小满，把东西拿来。你的图就是我的图。各位街坊都听见了，半个月前半夜，苏建业翻墙进我家偷走画稿，他偷了去冒功领赏，做砸了反倒赖到我妈头上。偷窃他人成果，冒功欺骗组织。苏建业，从今天起你的副厂长撤了，厂里的亏空你给我赔，卖房卖地砸锅卖铁也得赔。林厂长慢着，出主意让他来偷的可不止他一个人。翠萍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翠萍说的对，东墙进。翠萍，这主意是你出的，回家！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妈，你听说没？苏建业现在住厂里看大门的棚子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欠债还钱，只是开胃菜。天杀的哟！他害了我儿哦！我儿丢了官，赔了钱，连房都要被收走了哟！沈晚秋，你嫁进苏家18年，我们白养你18年。如今建业落难，你良心被狗吃了。白养？我妈嫁过来，你们收了多少嫁妆？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呸！小丫头片子，娶媳妇收嫁妆天经地义，进了苏家门，钱就是苏家的钱。就是，嫂子，识相点，把钱交出来，要不然今天这事没完。今天你不拿500块钱出来，给建业还债，我老婆子就死在你家门口，让全镇人看看你逼死婆婆。嫂子，要不先让我们进去搬点东西抵债？妈，您先别忙着死，死之前咱们把账算清楚。小满，去把咱家的账房先生们请出来。哎呦！晚秋大义。妈，厂里今天来了省城的人，说下个月省里要开全省纺织交流大会，还要评传世名作。哦，还有个怪事儿，林翠萍这几天天天往县城旧货市场钻，花大价钱从一个收古衣的贩子手里买走了一个樟木箱子。樟木箱子多大？什么样式？这么长，黄铜锁扣，脚上包着铜皮，沪上大户人家的旗袍，樟木箱，铜锁扣。好啊，我找了他18年，
没想到是林翠萍替我找回来了。沈晚潇，给我开门！哟，苏大门卫，今天不看大门，跑我家门口站岗来了？哼！沈晚秋呢？让他出来听着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下个月全省纺织交流大会，翠萍手里得了一件传世宝物旗袍，沪上沈家的东西。说，我听着呢。县里文物贩子都长过眼了，翠萍花大价钱请老师傅连夜装裱，省里领导都要到场。他把宝贝一献，省城的干事位子就稳了。到时候收拾你们娘儿仨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那件旗袍，墨绿底，金线滚边，樟木箱装着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苏建业，回去带句话给林翠萍，那件旗袍，让她务必、一定、千万带去省城。当着全省领导风风光光的献上去，我祝你们登高跌重。妈，他们拿的可是沈家的旗袍，万一真让林翠萍攀上省里关系……放心，30年前，沪上沈家给你们太婆婆做寿，我15岁练手绣了件墨绿旗袍，领口盘口打错结节，内衬用了取巧的一线穿。你们外公罚我在内衬绣了个秋字，那是个废品，家变时流散了。妈，那咱们赶紧想办法去省城。兹敦前沈苑秋同志以特邀嘉宾身份莅临大会，评审传世工艺组。上回表彰大会的老教授把双面绣带回省城，纺织学会猜到了我的来历，现在不去不行了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同行，这件沈氏旗袍流落民间几十年，破损严重，是我花了整整3个月，翻遍古籍，一针一线将它复原。为了找回失传的沈氏针法，我熬红了眼睛，磨破了手指。年轻人肯下功夫，难得。沈同志，当年在沪上，沈老先生对我们全家有救命大恩，我找了您多少年，您可算肯出山了。他是谁？周领导亲自迎的，什么来头？你上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这件旗袍，诸位觉得是传世大师之作吗？方才隔着展架看了，金线滚边确是老手艺，至于复原的部分，针脚确实粗了些。你懂什么？那是我特意仿旧。仿旧？好一个仿旧！那如果我说它是一件废品，你胡说！这是我鉴定过的，是我复原的。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凭什么污蔑我？凭这个，看好了。你干什么？你赔我的旗袍！诸位请看，这件旗袍是沈家子弟15岁时的练手废品，盘扣错节，内衬取巧用的是一线穿，所以抽一根线就会散。这是件废品，不堪大用。至于这个秋字，是当年长辈罚绣的，因为绣这件废品的人闺名里有个秋字。我来给大家介绍，这位就是名震沪上的纺织世家，沈家唯一的传人沈晚秋同志。林翠萍，你涉嫌伪造工艺成果骗取荣誉，性质极其恶劣。建业哥，救我！救我啊！沈同志，省里正要筹建高端纺织工艺厂，非您牵头不可。可以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厂子建在我住的那个镇上，我要让所有人看看，被人叫了18年笨蛋的女人能干成什么样。沈家传人，真人不露相啊！那个姓林的可完了，当场就被带走了。晚秋，我错了。
我不是人，我猪油蒙了心，我有眼无珠，把金凤凰当成了土鸡。晚秋，咱们18年的夫妻呀，看在长安和小满的份上，你原谅我这一回，咱们复婚。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我给你看大门，我给你喂鹅。那个姓林的，是他勾引我，都是他的错，我心里从来只有你一个呀。人家发达了，他倒想起18年夫妻了。刚才他相好的被带走，他怎么不喊夫妻情分呢？晚秋，你看，离婚协议我带着呢，当场撕了，咱们就当没离过。你现在是省里挂号的大人物，身边不能没个知冷知热的男人啊！求你了，拉我一把。我现在背着8000块的债，住看门棚，顿顿吃咸菜啊！大姐，别理他，这种人不能要。就是他这是看你发达了，回来占便宜的。苏建业，你知道你最让我恶心的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改，我什么都改。不，是你到今天还觉得自己有资格跪在我面前谈条件。你以为你磕几个头，掉几滴泪，18年的账就能翻篇儿？你把我当什么？当年那个任你摆布的笨蛋吗？长安，哎妈，苏长安，我是你爹，你敢动我？你个不孝的东西！我爹在我妈被人叫笨蛋时，叫的最大声，叫到最长。我爹拿我妈的嫁妆补官，反手就把我妈甩了。我爹半夜翻墙，偷我妈的图纸。我爹刚才还在台底下盼着他相好的升官，回来收拾我们全家。这样的爹，我们家不要了。呸！苏长安，你也配！再让我看见你出现在我妈面前，下回就不是这么客气了。请出去！我不是别人，我是沈晚秋的前夫，我是苏副厂长。什么厂长？厂里看大门的都比你体面。走了，周领导还等着咱们谈建厂的事儿呢。妈，林翠萍进去了，林厂长能善罢甘休。我听说他在省里也有几个熟人，今天下午就有人看见他坐车往省城赶了。省里下达的文件，鉴于原镇服装厂出现重大生产事故与管理问题，即日起由工作组进驻彻查。这么快？周领导办事一向快，林厂长这些年手脚干不干净，他自己心里清楚。他现在往省城跑，不是来救女儿的，是来自投罗网的。妈，那咱们干什么？秋后算账。我闺女才28，她一进去这辈子就毁了。你把人放了。林厂长，你走错门了。抓你闺女的是执法人员，判她的是法院。你冲我嚷什么？2000块，你去跟组委会说市场误会，是沈家自愿把旗袍送给翠鹏研究的。你只要改口，钱是你的，以后省里的路子我给你铺。呸！谁稀罕你的钱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在省里经营20年，信不信我能让你这厂一天都开不起来？我还能让人写材料告你破坏集体企业。写材料？巧了，我们家也刚寄了一份材料。林厂长，猜看，提示一下，寄给省纪委的。那份材料是我亲手打包的。苏建业被撤职那天，为了立功减债，把林厂长吃回扣、倒卖布料指标、虚报损耗的事写了整整8页纸。我妈让我誊抄了3份，1份寄省纪委，1份寄县委。谈了咱们厂20年，暴利。第一，进我的厂凭手艺不凭关系；第二，女工和男工同工同酬；第三，在我厂里谁敢欺负老实人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晚秋，婶子以前也背后说过你憨，婶子给你赔不是。婶子，你那不叫说我，那叫帮我。装了半辈子笨蛋，总得有人信才装得像啊。张主任，当年的事我记着，
但我也记着你偷偷把我的工具包保管了半年。进来吧，凭手艺考。苏小满，省状元，京城重展大学录取通知书。而苏建业背着8000块债，镇上没人顾他，去投奔苏老栓被放狗咬，现在靠捡破烂过活，白天翻垃圾堆，晚上睡桥洞。妈，厂里保卫科最近报上来个事儿，有人半夜在3分厂墙外转悠，一连3天了。更父说，那背影看着像苏建业。知道了，让保卫科把厂里新装的那套防盗网通上电，再贴上警示宝，写大字挂红灯。丑话说在明面上，是人是鬼，看得懂字就都拦得住。要是看得懂，还非要翻呢？那就怪不得别人了。让他这3天转悠的事儿去执法所备个案。咱们做事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先礼后兵，白纸黑字留了底，往后出什么事儿，理都在咱们这边。我妈从来不是不记仇，她是把每一步都走在理上，让做错事的人自己撞上来。沈晚秋，你们风光，我让你们的厂一把火烧个精光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们也别想要。吓唬鬼呢！这墙我刨过一回，熟门熟路。抓人！有人翻墙！好家伙，带着汽油来的，这是要烧厂啊！800多工人的饭碗，他说烧就烧，快通知执法所。800工人的厂子一把火烧了，谁逼你的？晚秋，救我！看在小满和长安的份上，救我一回！审判长，我们全厂800人联名递了材料，这种人1天都不能放出来。沈厂长，请问您从一个农村妇女走到今天，最想说的是什么？我不是从农村妇女走到今天的，我一直是我，变的不是我，是大家肯不肯睁开眼看一看女人到底能干什么。这位是省状元苏小满同学吧？听说当年有人叫了你母亲18年的笨蛋美人。是啊，叫了18年。叫他笨蛋的人，现在有的在捡破烂，有的在服刑。被叫笨蛋的人站在这儿剪彩。所以我想告诉所有女孩子，女人装傻是为了生存，但这不代表她心里没有主意。你可以暂时低头，慢慢积蓄力量，但你要永远记住自己是谁，永远给自己留一条路。等风来的那天，就是站起来的那天。